喜欢吃驴打滚的朋友们有口福了！今天小薇不仅要分享这款超级辣丝的驴打滚的做法，还会把家乡马打滚的吃法也分享给你。喜欢的朋友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做驴打滚一定离不开黄豆粉，黄豆粉的口感也会直接影响到驴打滚口感的好坏。今天我们就自己来现磨一份口感香浓的黄豆粉。大家做黄豆粉的时候，可以一次多做一些，保存起来，以后想吃的时候也就更方便。先把黄豆倒入容器里，用水清洗干净，再把洗干净的黄豆倒入到一个平底锅里，中小火慢炒。如果你嫌麻烦，可以直接进入烤箱，100度烤半个小时。不管是炒还是烤，观察到黄豆表皮像这样微微裂开，或者直接拿一颗试吃，能吃出黄豆的香味，就说明可以了。把炒香的黄豆倒入破壁机，打磨之前，我们还需要加入1份白糖，再来1份红糖，一起打磨成粉，来增加它的口感层次。黄豆粉可以尽量打磨的细一点，粉越细腻，口感越好。如果肉眼还能看见细颗粒，可以用骰子先过筛一遍，再装入瓶中保存。接下来我们来准备200克糯米粉，搭配50克玉米淀粉，清水250克，再来20克的食用油。就这样，做驴打滚面皮的食材就准备好了。把所有准备好的配料依次倒入到一个大碗里，充分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种均匀无颗粒的糊糊状，再过筛倒入碗中。封上保鲜膜，用牙签在表面扎一些小孔，上锅蒸25到30分钟。等待的时间，我们来炒一些糯米粉，保持小火，炒到能看见微微冒烟就可以了。糯米粉也可以多备上一些，用瓶子装起来，方便以后取用。再来就是红豆沙了，这是小薇自己熬制的红豆沙，大家也可以买现成的。蒸好的糯米粉，我们来检查一下，用刮刀切进去看看，如果没有白心，就说明全熟了。先在案板上撒上一些炒熟的糯米粉，再来揉搓蒸好的糯米团，然后再用拉扯的方式慢慢增加糯米粉的韧性。这一步有点费手劲，但也是影响成品口感的关键。大概像这样反复拉扯10分钟左右。如果糯米团可以延展成这样微微透明的薄膜而不破，就说明可以了。把面团分成2份，先在案板上撒上黄豆粉，再放上糯米团，两面都沾上足够多的黄豆粉，用擀面杖把糯米团均匀地擀开，尽量把它擀成一个长方形，保持面皮厚度一致。再调整角度，平铺均匀，就可以抹上准备好的红豆沙了。这里用的红豆沙不能太干，不然会抹不开，可以用水或者牛奶调到合适的浓度，然后再从一角把糯米皮往上卷，除了卷的力度要一致，这里的红豆沙铺得越均匀，做出来的成品效果也就越好看。卷好的面皮，最后再来调整一下形状。切驴打滚一定要用一根细的棉线来切，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形状不会被破坏。在操作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手的力道。我们来看看切好的成品，展露出错落有致的花色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就这样，不经意间，一份味道浓郁、软糯香甜的驴打滚就做好了。经过我们千锤百炼的拉扯，它的面皮非常软糯，超级拉丝，当然口感也会更好。这样的配方，就算常温保存3天以上，出来的口感也不会变，依旧软糯可口。另外，我们用一个碗单独装上一些黄豆粉，再备上一些煮好的汤圆，直接倒入碗中，然后像这样晃动大碗，让每一颗汤圆都能均匀地裹上黄豆粉。一口下去，黄豆味香浓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这就是我们家乡俗称的马打滚。不知道驴打滚和马打滚，你更喜欢吃哪一款呢？喜欢的朋友们，赶紧去试试吧！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请别忘记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“简语世纪”。我们下期再见。